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根来秀行所著的《老化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不浪费端粒的生活方式》这本书。你们知道端粒吗？端粒是构成我们 DNA 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大约由60万亿个细胞组成，这些细胞中的大部分都通过分裂不断更新，以保持我们的青春活力。然而遗憾的是，细胞无法无限制的分裂。每次细胞分裂时 ，DNA 都会逐渐变短。当 DNA 缩短到一定程度时，细胞将停止分裂。这个导致 DNA 不断缩短的结构就是端粒。如果细胞停止分裂，新的细胞就无法产生，身体就会逐渐老化。这就是端粒被称为生命计数器的原因。端粒最近成为健康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是您是否想更深入地了解端粒，而不仅仅把它归为生命计数器呢？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全面深入地探讨端粒，内容包括：一、细胞老化会促进癌症的发生吗？促进端粒缩短的3大原因；二、避免端粒不被浪费的3种习惯。观看本视频后，您将能更深入地了解之前可能只是听说过的端粒知识。这样一来，从今天起，大家都可以成为端粒的专家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书中的内容吧。首先是第一点，细胞老化会促进癌症的发生吗？促进端粒缩短的3大原因。如上所述，端粒可以看作是生命计数器。当端粒缩短时，我们的身体就会衰老。通过保持端粒的长度，我们可以使细胞保持年轻，延长健康寿命。我相信你会同意这一点。我们的健康寿命是否延长，确实取决于端粒的长度。那么，我们该如何延长端粒的长度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了解有关端粒的科学知识以及端粒缩短的原因。为了使大家更容易理解，我将首先总结端粒缩短的3大原因：一、炎症导致端粒不断消耗；二、需要注意AGEs， 因为它们是由糖化过程产生的，会导致细胞受损。三、自由基是端粒的大敌，因为氧化作用会导致细胞生锈。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解释这3个原因。此外，我们的视频不仅仅介绍了导致端粒缩短的3大原因，还同时提供了与之相关的生活中实用的各种知识，请务必观看到最后。为了更好地理解有关端粒的科学知识，首先，让我们复习一下有关细胞分裂的知识。在我们的身体中，旧的细胞通过分裂产生新的细胞，从而不断进行细胞更新。据说，人体每天大约会有1万亿个细胞进行更新。这种细胞的更新称为细胞分裂。细胞分裂是指我们的遗传信息 DNA 被复制，从而产生一个完全相同 DNA 的新细胞。然而，这种 DNA 的复制并非易事。在复制过程中 ，DNA 必须逐渐损耗末端部分，这也可称为 DNA 的复制消耗费用。在这样的 DNA 复制过程中，逐渐损耗的末端部分就是端粒。位于 DNA 末端的端粒通过自我牺牲来防止 DNA 本体变短。然而，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时，细胞就无法再进行进一步的分裂，从而停止分裂。这种到达寿命停止分裂的细胞被称为老化细胞。细胞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基本要素，因此，如果细胞老化，整个身体也会老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皮肤。皮肤是由细胞组成的，因此，如果端粒缩短导致老化细胞增加，您的皮肤就会老化。当然，细胞老化不仅仅发生在我们的皮肤上，还可能发生在其他器官中。一个例子是毛细血管。我们的毛细血管内有一层称为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它们负责应对血压和血流等变化，并预防动脉硬化。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如年龄增长、高血压、吸烟等，血管内皮细胞可能会受到损伤，导致它们不得不频繁地进行分裂增殖，这会导致端粒不断缩短，最终导致血管内皮细胞老化。老化的毛细血管可能成为动脉硬化、中风、心肌梗塞等致命疾病的原因。如果细胞老化发生在毛囊，
就会导致白发和头发稀疏变薄。而如果发生在免疫细胞，就会增加患病的风险。细胞老化在我们身体的所有器官中都会发生。遗憾的是，一旦细胞老化，它们就不再进行分裂和增殖，并且它们的功能也会显著下降。近年的研究表明，老化的细胞会释放出多种具有炎症和促进癌症发生作用的物质，导致慢性炎症和癌症的发生。一旦细胞老化，就很难再次恢复，因此防止细胞老化变得至关重要。而防止细胞老化的关键就在于端粒。通过前面的解释，大家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重要而宝贵的端粒变短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端粒变短的3大原因。导致端粒缩短的3大原因，可以明确地说是炎症、糖化和氧化。我们首先来解释第一个原因：炎症导致端粒不断消耗。近年来，慢性炎症作为许多疾病的根源备受关注。炎症简单来说，就是当身体受到某种压力时，身体对此做出的反应，因此它也被称为身体的防御反应。例如，感冒发烧或被蚊子叮咬导致手臂肿胀都是一种炎症。通常情况下，一旦炎症消退，症状就会消失，疾病或受伤也会康复。这种相对较快恢复的炎症称为急性炎症。刚才提到的感冒或虫叮咬就属于急性炎症。另一方面，近年来慢性炎症与老化细胞的深层联系受到了关注。慢性炎症是指原本应该在一定时间内痊愈的炎症反应持续时间很长，成为慢性状态的情况。急性炎症可以迅速消退，但慢性炎症就像是一个不断燃烧的微小火花，持续存在。那么，为什么这种慢性炎症会导致端粒变短呢？当某个细胞发生炎症时，周围的正常细胞会察觉到并发出 SOS 信号。这个发出 SOS 信号的物质被称为炎症性细胞因子。在接收到 SOS 信号的部位，免疫细胞会聚集起来修复受损的细胞和组织，而这种细胞修复的方式恰恰是通过细胞分裂。由于炎症性细胞因子的作用，细胞分裂的速度会加快，导致端粒缩短的速度也会加快。而且，如果分裂频率很高，那么 DNA 复制错误的几率也会增加，癌细胞也更容易产生。肥胖是引发慢性炎症最危险的原因之一。我们的体内有着用于储存食物等摄入的脂肪的脂肪组织，而这些组织会分泌脂肪因子来进行代谢。刚才提到的炎症性细胞因子就是这些脂肪因子的一种。肥胖者的脂肪组织中，脂肪细胞会肥大增殖，导致脂肪因子的分泌异常增加，这会导致全身性的炎症加剧和慢性化。肥胖者可以说是处于持续轻度慢性炎症状态中。正如之前所述，一旦发生慢性炎症，细胞的衰老过程也会加速进行。因此，肥胖可以说是端粒的大敌。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端粒缩短的第2个原因。需要注意 AGEs， 因为它们是由糖化过程产生的，会导致细胞受损。糖化是从饮食等摄入的多余糖与体内蛋白质结合，导致重要的蛋白质结构受损的过程。这些受损的蛋白质称为 AGEs， 最终糖化产物。也许提到 AGEs 一词，并不能让大家立刻明白，但简单来说，就像热炒蛋糕的焦糊部分一样，热炒蛋糕中含有蛋白质如鸡蛋和面粉如小麦。通过加热，这些蛋白质与糖结合，就形成了那种漂亮的棕色烤面。热炒蛋糕的美味焦糊非常好吃，但如果在体内发生同样的事情，那会怎么样呢？光是想想就让人感到不舒服。糖化就是这样的现象，体内发生这种焦化现象。当体内的 AGEs 增加时，就会成为各种问题的根源。例如，当 AGEs 积累在您的皮肤上时，会抑制皮肤细胞的更新，导致皮肤老化。从延缓细胞老化的角度来看，皮肤上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等年轻成分会减少，皮肤弹性和水分也会减少。
最终导致皱纹和松弛等问题。换句话说，皮肤就像被烤焦一样，在这样积累了 ages 的组织中，为了修复这些组织，细胞将被迫进行分裂和增殖。因此，随着细胞分裂频率的增加，端粒会不断缩短，老化细胞会增加。研究表明，血糖水平持续较高时 ，ages 的生成量也会增加。因此，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糖水平高和肥胖等因素，加上慢性炎症的风险也非常高。这已经得到了证实。摄入过多的糖类会导致端粒的浪费，并增加细胞进入老化的风险。即使在健康检查中血糖水平正常的人，也不应掉以轻心。长期摄入高糖食物的人，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积累 ages， 请务必要注意。接下来，我们来解释端粒缩短的第3个原因。自由基是端粒的大敌，因为氧化作用会导致细胞生锈。大家是否知道我们活动所需的能量是在哪里生成的呢？没错，就是在细胞的线粒体内。线粒体利用细胞摄取的氧气和葡萄糖来为我们的活动提供能量。然而，在这个能量生成过程中，线粒体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比如自由基和活性氧。这些自由基和活性氧是非常不稳定的物质，它们会从我们正常的细胞中夺取电子。这种电子夺取的反应在科学上被称为氧化作用。通常，我们的身体具有击退自由基和活性氧的功能，保护我们免受这种有害参加的物质就是抗氧化物质。大家也许听到抗氧化物质，可能会立即想到维生素 C 或维生素 E 等。然而，这些抗氧化物质会随着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和年龄逐渐减少。据说，如果将20岁时体内的抗氧化作用设定为100，那么到了40岁就会减半，到了60岁甚至不到1/4。当抗氧化作用的平衡被打破，氧化变得占优势时，这种状态被称为氧化应激。而这种氧化应激会对细胞本身造成伤害，就像放置铁钉会生锈一样。令人恐惧的是，暴露于氧化应激压力下的细胞也会像铁钉一样生锈。如果说炎症是体内的烤焦现象，那么氧化就是体内的锈蚀现象。氧化应激会损害细胞，促使细胞分裂以修复损伤，从而导致端粒缩短，进一步浪费健康寿命。接下来是第2点，避免端粒不被浪费的3种习惯。这3种习惯是：1. 重新激活幽灵血管以调节细胞呼吸； 2. 停止大脑的怠速状态，控制应激激素； 3. 最强的端粒保护饮食法。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解释这3种习惯。首先是第1种习惯，重新激活幽灵血管以调节细胞呼吸。我们身体的60%是由水构成的，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对于细胞呼吸至关重要。可以将这种水类比为海洋，细胞大部分生活在这个海洋中。细胞生活的这个海洋在生物学中被称为内部环境。内部环境可能会受到炎症和氧化等多种原因的干扰。内部环境紊乱会导致细胞无法发挥其本来能力，身体各种功能也会下降。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良细胞分裂加速，端粒会迅速缩短，这是可以想象的。相反，通过调整这种内部环境，可以延长端粒的长度。因此，最重要的是细胞呼吸。通常所说的呼吸是指吸气和呼气的过程，这在生物学中称为肺呼吸。而细胞呼吸是指线粒体利用氧气和营养物质产生能量的过程。无论是在睡觉还是看电视，我们的身体都在不断消耗能量。线粒体在进行细胞呼吸，不断产生能量。然而，即使是这样勤奋的线粒体，也可能因为老化、肥胖、压力等原因而效率下降或数量减少。为了抵御这种负面影响，重启细胞呼吸是有效的。而重启细胞呼吸的关键就是我们全身的毛细血管。线粒体进行细胞呼吸需要氧气和营养物质，通过细胞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活性氧等废物必须被迅速清除。负责这种重要的运输和清除任务的是毛细血管。血管是血液流动的通道，
而毛细血管是血管中尤其细小的部分，直接向我们微小的细胞输送营养。正如其名，毛细血管非常细小，约为头发粗细的1/10。尽管如此，人体全身血管的99%都由毛细血管构成。如果将其连起来，几乎可以绕地球2圈半。这样的毛细血管对于细胞的内部环境来说，可以说是生命线。就像我们无法没有水、电、煤气一样，细胞也无法没有毛细血管。然而，如果毛细血管的管理不善，就会像管道一样出现故障。由于老化等原因导致血液泄漏等问题频繁发生，这样的问题持续发生的血管被称为幽灵血管。就像人们感到无法居住的废墟城市被称为幽灵城一样，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毛细血管中。但是研究已经发现，早期幽灵血管是可以复活的，增加新的毛细血管被称为血管再生。在这种血管再生中，特别重要的是调整激素平衡。激素是为了控制身体而产生的化学物质，会作用于特定的细胞。要将幽灵血管复活为健康的血管，需要严格控制2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的平衡。去甲肾上腺素是一种在交感神经占优势时分泌的激素，适度的分泌可以提升动力和集中力，但一旦分泌过多，其作用会延长，并导致压力增加和慢性化。这时就会产生大量的应激激素皮质醇。过多的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分泌过剩，会导致交感神经进一步占优势，毛细血管遭受更多损害。因此，为了保持毛细血管的健康并促进细胞呼吸，需要阻止这2种激素的过度分泌。接下来是第2种习惯，停止大脑的怠速状态，控制应激激素。那么，如何停止过多分泌的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呢？我们已经讲过，这2种激素会在交感神经占优势时过度分泌，而交感神经通常会在压力下占优势。压力并不总是坏事，例如，即使是高兴的事情，如果是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经历，也会对大脑构成压力。另外，适度的压力也有助于提高动力和集中力。为了保持血管内视细胞的健康并调整细胞呼吸，学会与压力合理相处是至关重要的。对抗压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休息。默认模式网络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些陌生，让我详细解释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即使在休息时也会消耗能量，这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我们的大脑在我们不去思考事物时也在运转，这就是默认模式网络。默认模式网络经常被比作汽车的怠速状态。在怠速时，汽车停在那里，但是汽油却在被消耗，就像汽车在等待信号变化时准备着马上启动一样。通过默认模式网络，大脑也在待命，以便在有需要时立即行动。因此，即使个人认为自己在发呆，大脑也在稳定地消耗能量。据称，默认模式网络的能量消耗量比大脑活动时高出20倍，这意味着默认模式网络的运行时间增加，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并导致大量废物在大脑内排出。这些废物会成为压力的来源，导致皮质醇和去甲肾上腺素等激素过度分泌。那么，要关闭默认模式网络，最理想的方法是正念。通过正念，我们可以集中注意力于当下，有意识地关闭默认模式网络。关于正念的具体方法超出了本书的主题，这里就不进行展开解释了。接下来是第3种习惯，最强的端粒保护饮食法。为了保持端粒长度并延长健康寿命，并不需要特殊的饮食，而是需要均衡摄取营养素并控制饮食量。控制饮食量意味着保持饮食8分饱。这可能听起来很平常，但能够实践这种平常的方法的人并不多。许多现代人摄取过多的盐和糖，却缺乏食物纤维和高抗氧化剂物质。饮食结构的不平衡和不恰当的热量摄入对端粒和内部环境都是不利的。特别是控制饮食量非常重要。你可能听过自食这个词。
在我们的细胞内存在着大量的代谢产物，自噬是一个系统，可以回收这些不良的代谢产物。自噬实际上是动物为了应对饥饿而发展出的机制。当动物处于饥饿状态时，通过清理体内的无用物质来获取能量，以尽量延长生存。因此，自噬通常只有在进行间歇性进食或全天进食时才会启动。但是，观看这个视频的许多人可能曾尝试过进食，但最终失败的经历占据了大多数。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推荐的是一种无需给身体增加额外负担，同时可以启动自噬的饮食方法——卡路里限制。卡路里限制是一种以5大营养素为中心，在确保平衡的同时，将每餐总摄入卡路里量控制在标准的7至8成左右的饮食方法。通过进行卡路里限制，可以适度延长空腹时间，尽管时间不长，但自噬仍然会启动。这样一来，全身的细胞就会年轻化，脂连素这种脂质因子也会增加。而且最近的研究表明，卡路里限制还具有保护端粒的效果。通过卡路里限制，长寿基因会被激活。长寿基因具有保护端粒的作用，会延缓细胞的老化速度。我刚才说了很多学术上的复杂内容，但总的来说，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控制饮食量，使之恰好7、8分饱，以减少端粒的浪费，并避免细胞老化。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